大家好，我是 Lucy。在上期视频里面，我有提到过嘴歪的3大原因：表情肌力量不均衡、咬合不对称、天生骨骼不对称。上期视频主要介绍了表情肌力量不均衡引起的嘴歪。那今天呢，我来跟你们分享一下其他2种情况引起的嘴歪。对于第3种情况，天生骨骼不对称引起的嘴歪，这个是骨性的，比如说天生骨头长短不一，这个通过自己是很难矫正过来的，一般要靠正颌手术或者关节手术。但是手术都有风险，一定要谨慎，不到万不得已不要轻易考虑。因为这个嘴歪如果不是影响咬合问题的话，那真的就没有必要去做手术。今天的视频主要是针对第2类嘴歪，同样我也会介绍引起这类嘴歪的原因、自测方法以及改善方案。你可以使用下面3个自测方法来检测你是否有咬合错位的嘴歪。第一，拍2张正面照，一张自然放松不带笑容的照片，另外一张是面带笑容的正面照，可以是闭着嘴巴的笑，也可以是张开嘴巴的笑，然后把2个嘴角连起来，画一条线。只要有一张照片的这条线不是在同一条水平线上，这就暗示有可能有咬合错位的嘴歪。第2个方法是上下牙齿咬合，对着镜子看看上牙齿的中线跟下牙齿的中线是否在同一条直线上。如果牙齿的中线没有对齐，那就说明你有牙齿咬合错位的问题。下面我们来说说引起咬合错位嘴歪的原因。当我们上下牙齿咬合不对称的时候，上下牙齿中线就会偏移，不在同一条垂直线上，就会造成脸型偏斜，嘴巴就容易歪到一边。造成牙齿咬合错位的原因也是跟平时不良的生活习惯有很大关系，比如说长期单侧咀嚼、托腮、侧卧等两侧用力不平衡造成的中线偏移。还有一种造成嘴歪的原因是颞下颌关节紊乱。那检测是否有颞下颌关节紊乱的方法就是张开嘴巴，闭上嘴巴几个来回，像这样。仔细听听脸部关节处有没有发出咔咔的弹响声，这个关节在靠近耳朵的位置，叫做颞下颌关节。如果有发出咔咔的响声，那就是颞下颌关节紊乱的症状。颞下颌关节紊乱也是会引起嘴歪的，这个问题可大可小，严重的时候有可能会造成张嘴受限，并且颌关节会疼痛等。所以一旦发现有咔嚓的响声，就一定要重视起来，防止变得更加严重。颞下颌关节紊乱也是一个有很多知识可以科普的话题，下次我会单独做一期视频来详细介绍。下面我们来讲讲改善方案。像这种后天出现的牙齿偏颌是可以通过一些面部运动来改善的。从正畸学的角度来说，牙齿上下中线偏移范围在1到2个毫米以内都是属于正常的，因为人的器官很难达到左右完全100%对称。还有一些其他因素，比如说有些人个别牙齿大小不一，可能会导致中线没有办法完全对齐。如果中线偏移在2个毫米以内，不影响咬合关系，就不需要太担心。只要没有出现病理性的问题，不矫正也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如果牙齿中线偏移半颗牙的距离，那就需要及时矫正。那下面我来给你们介绍3个简单有效的改善方案。第一，用不常用的那侧牙齿吃东西。咬合不对称一般是因为我们长期使用一侧咀嚼食物，所以通过使用另外一侧，有助于把偏移的颌骨拉回到原位。第2个方法，训练下颌骨移到另外一侧。具体做法，嘴巴微微张开，把偏移的下颌骨回归原位。比如说，如果是下颌骨偏移到了左边，那你就需要把它放回到右边。这个动作做起来看着有点丑，我们就偷偷的在家里做好了。像这样，先微微张开嘴，然后移动下巴到右侧，保持5秒，然后放松，再重复同样的动作几次，这样可以帮助下颌骨形成肌肉记忆，引导它回正。那第3个方法就是借助手的力量来回正。具体做法是用手抠住这个歪的脸，比如说我的脸是歪到左边，那我就把我的手放在左边的脸上，但是在放的时候，我们这个大拇指是在下颌角下面，然后其他的手指是在脸上。那下颌骨这条线正好在这个食指跟拇指之间的虎口处，这个可以对着镜子做，
就是把这个手放在这个脸上，然后保证这个4个手指头是在脸上，这个大拇指是在下颌线的下面，这样子，然后用点劲把它压到肉里面去，压下去之后呢，整个手掌把这个脸部的肌肉往上提拉一点，然后嘴巴微微张开，然后把这个下巴呢往右边推，推了之后呢就停留5秒。你可以看到这个下巴已经歪到右边去了，然后放松，然后再做同样的动作，手掌往脸上压，然后往上提起脸部的肌肉，然后用这个手掌的下方去推这个下巴到另外一侧，然后停留5秒，再放松，再继续同样的动作。我们在推之前先把脸上的肌肉往上提起的目的是防止拉扯肌肉形成法令纹。希望我的分享可以帮助到有同样问题的你。以后我会分享一些面部瑜伽运动，从而让皮肤变得更紧致有弹性。皮肤紧致了，嘴歪自然也会得到改善。好啦，今天就分享到这吧，谢谢你们的观看，我们下期再见，拜拜。